这6个等长练习将改变你的下半身。如果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在不移动的情况下获得惊人的腿部效果，你会怎么想？这是真的。大多数人认为，要拥有强壮而线条分明的腿，必须做深蹲，直到走不动为止。但现实并非如此。今天，你将看到6个专注于下半身的等长练习，只要采用正确的技巧和坚持练习，就能完全改变你下半身的状态，无论你现在的年龄如何。在开始之前，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的名字和你观看我们内容的城市。6. 等长练习马步。你见过那些武士或武术练习者的雕像吗？他们的战斗姿势就是我们要谈的这个。双腿分开并微屈的姿势，正是我们所说的。马步是最古老且最有效的等长练习之一，能有效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尤其是股四头肌和内收肌。这个练习的巨大好处在于同时激活多个肌肉群。当你的股四头肌努力保持半屈姿势时，内收肌被激活以稳定双腿的分开，臀部肌肉也会积极参与以保持髋部的对齐。这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下半身练习，正确执行即可。开始时，双脚分开，稍微超过肩宽，稍微将你的脚外旋，大约30度。保持脊柱挺直，目光向前。开始缓慢下沉，就像坐在一把想象中的椅子上，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或者膝盖形成大约90度的角度。这里有个秘诀，保持膝盖与脚趾对齐，绝不要让它们向内塌陷。你的手臂可以在前方伸展，以帮助保持平衡，或者可以放在传统武术姿势中。肘部弯曲，靠近身体。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膝盖向前伸展过多，超过脚趾，这会对韧带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另一个错误是不够下沉，保持在一个过高的位置，无法在目标肌肉上产生足够的张力。保持背部不弯曲也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保持核心肌群激活，以保护下背部。对于初学者，我建议从3组20至30秒的姿势开始，每组之间休息60秒，随着不断的进步，逐渐增加到45秒的组数，接着是60秒，最终达到每组长达2分钟。你可以每周做3至4次。在我忘记之前，如果在锻炼过程中感到肌肉颤抖，这完全正常，甚至是可取的。这表明你的肌肉纤维正在被最大程度的挑战，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练习5：静态弓步。我们列表上的第2个练习是静态弓步，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股四头肌感到无比痛苦，同时强烈锻炼你的臀部和腿筋。这是一个极好的练习，可以发展单侧力量，纠正双腿之间的不平衡，并显著提高你的稳定性。这个练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双腿之间的不均匀重量分配，这加大了前腿的工作强度。此外，它还招募了在传统深蹲等双侧练习中通常不那么被要求的那些稳定肌肉群，这使得你的腿部发展更加和谐和功能性。要正确执行，首先站立，双脚与髋同宽，向前迈出一条腿，保持一个适合的舒适距离，既不要太短，也不要过长。缓慢下蹲，直到双膝形成大约90度的角度。前膝应与脚踝对齐，绝不能超过脚趾的线。后膝应靠近地面，但不要触碰地面，脚跟抬起。保持上身挺直，核心收紧，目光向前。你的手臂可以放在身体两侧或放在腰部，以帮助保持平衡。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过度向前倾斜躯干，这样会将压力从股四头肌转移到腰部，导致不适。另一个常见错误是下蹲不够，没有形成理想的90度角，这会大大降低锻炼的效果。我们也常常看到前膝对齐不当，向内塌陷，这可能会导致长期受伤。对于这个练习，我建议每条腿做3组各30秒，组间休息60秒。随着你的耐力增加，可以逐步增加到每条腿45秒、60秒，最终达到90秒，并且不要忘记均衡锻炼两侧，以避免肌肉失衡。
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在保持姿势的同时，将手臂抬到头顶上方，以增加强度。这会提高你的重心，使锻炼对你的稳定肌肉更具挑战性。练习4：静态臀桥。如果你想要那种我们都欣赏的圆润且有型的臀部，你的日常锻炼中不能缺少静态臀桥。这个等长练习对于孤立和深度锻炼整个臀部肌肉群是非常有效的，同时也会涉及到腿后肌和腰部肌肉。这个动作的最大好处在于能非常精确地激活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不仅有助于提升美观，还能显著改善你的身体姿势和核心力量，并减少下背痛等问题。如今，许多人因久坐而患有所谓的睡眠臀综合症，而这个简单有效的练习正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要正确执行静态臀桥，躺在垫子或舒适的表面上，弯曲膝盖，双脚稳稳放在地面上，脚与臀部的距离应与臀部的宽度相当，形成大约90度的膝盖角度。双臂自然伸展在身体两侧，手掌朝下。现在，脚跟用力压向地面，抬起臀部，直到膝盖到肩膀形成一条直线。关键是要在动作的顶端强烈收缩臀部，并在整个等长收缩期间保持这种收缩。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臀部没有抬高到位，停留在一个中间位置，无法产生足够的臀部张力。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过度依赖腰部来维持姿势，这样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背痛。为避免这种情况，专注于在整个练习过程中积极收缩臀部。对于这个练习，我建议开始时进行3组，每组保持30至45秒，组间休息60秒，以确保肌肉恢复。随着力量的提高，逐渐增加到每组60至90秒。为了进一步增强锻炼效果，你可以抬起一条腿，保持臀部抬高，仅用另一条腿的力量维持。这几乎将承重一侧的强度翻倍。在这种情况下，初始时间设定为每侧15至20秒。记得在整个锻炼过程中保持正常呼吸。很多人会在等长训练时不自觉地屏住呼吸，这可能会不必要地升高血压。通过鼻子吸气，通过嘴巴控制性的呼气。在我们继续进行第3个练习之前，别忘了订阅频道。持续获取准确且科学的信息，将不断提升你的身体素质，并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练习3：单腿下蹲保持。现在，我们进行一个不仅考验力量，还考验平衡和协调性的练习。单腿下蹲保持是一种更高级的等长变式，能够强烈锻炼股四头肌、臀部和核心及踝关节的稳定肌肉，几乎没有其他练习能做到。这个动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单侧训练结合下蹲姿势，产生了卓越的后链张力，尤其是在支撑腿的臀部肌肉。这个练习特别有效于纠正身体左右两侧的不平衡，同时显著提高整体身体意识。要正确地执行这个动作，首先要站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要稍微弯曲并抬离地面，双手放在腰间或前方，以帮助保持平衡。现在向前倾斜上半身，同时将自由腿向后伸展，形成从脚跟到头部的直线，仿佛你处于飞机姿势，下降直到支撑腿的大腿与地面平行，或者尽量接近这个位置，并保持这个姿势。重心应均匀分布在支撑脚上。这个动作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支撑腿的膝盖向内塌陷，这可能导致受伤。始终保持膝盖与第二个脚趾对齐。另一个常见错误是在动作过程中背部弯曲，这会将紧张感从目标肌肉转移到下背部。在整个练习中保持脊柱处于中立位置。还常见到人们无法找到足够的平衡，导致无法维持必要的时间。对于初学者，我建议每条腿开始做3组，每组15至20秒，每次变换之间休息30秒。
随着稳定性和力量的不断提高，逐渐增加到每条腿30秒，最终目标是达到45秒的时间。在这个动作中，不要过快进步，稳定的发展需要时间。如果你在开始的时候遇到困难，可以轻轻地借助墙壁或椅子来帮助稳住身体平衡。随着进步，逐渐减少这种支持。另一个有效的策略是将目光集中在你面前的一个固定点上，这对保持平衡非常有帮助。这个练习一开始可能会显得具有挑战性，但相信我，结果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在大腿的侧面线条和臀部的发展上。掌握这个动作时的成就感也是极其令人满意的。第二个练习是等长小腿抬起。我们不能谈论腿部的全面转变而不关注小腿，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对此往往忽视。发达的小腿不仅完善了腿部的美感，还赋予了其更加的比例和运动员般的健美外观，而且还显著提高你在跑步、跳跃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姿势表现。难怪小腿被称为腿部的心脏，因为它们能泵送血液。等长小腿抬起，强烈锻炼腓肠肌和比目鱼肌，这些肌肉负责该区域的形状和力量。等长版本的训练特点在于持续的紧张状态，这深刻地挑战了肌肉纤维，从而带来更有效的肌肉肥大和塑形的刺激效果。要正确地执行这个练习，站立时最好靠近墙壁或椅子，以获得轻微的支持，确保安全。双脚平行，保持与髋部同宽，体重均匀分配。现在尽量用脚尖抬起身体，强烈收缩小腿肌肉，这是关键点。与传统练习方法相比，不要立即下降，而是要保持在抬起的姿势，持续进行等长收缩。这个练习中一个常见错误是没有抬起足跟，这会大大降低动作的效果。另一个常见错误是只将重心转移到内侧或外侧脚掌，而不是保持所有脚趾均匀分布，这不仅降低了锻炼的效率，还可能导致脚踝的对齐不良问题。对于这个练习，由于小腿自然更有耐力，我建议从4组持续30到45秒的抬起位置开始，每组之间休息30秒，以便充分恢复。随着耐力的增加，逐渐增加到60至90秒的组数。一个有趣的训练策略是交替进行平行脚的组，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强调外侧腓肠肌的锻炼，以及脚趾稍微指向外侧的组，这样能更有效地锻炼内侧腓肠肌，确保全面和谐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增强练习效果，你可以尝试单腿进行，这样训练强度会加倍。在这种情况下，从每条腿15至20秒的短组开始。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变体是将脚尖放在台阶或高处进行练习，这样可以增加活动范围，从而显著增加小腿肌肉的张力。第一项练习，墙壁坐。我们已经到了系列中的最后一项练习，我可以保证我把最有效的留到最后。墙壁坐也称为隐形椅，是一种经典的等长练习，主要挑战股四头肌，同时也强烈锻炼臀部、外展肌以及核心肌群。这个练习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以高强度招募股四头肌的肌纤维，而对关节没有冲击，因此即使是有膝盖问题史的人也能安全进行。此外，这个动作的特定位置允许持续收缩，这是很少有其他练习能提供的。要正确执行，背靠光滑的墙壁，双脚平行，分开与髋部同宽，距离墙壁约12至24英寸，慢慢滑下，保持背部完全靠在墙上，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膝盖形成90度角。膝盖应与脚踝对齐，绝不能超过脚趾的线。保持手臂放松在身体两侧，交叉在胸前或伸展在前面，以增加挑战。这个练习中的一个常见错误是没有下降到位，保持在一个过高的位置，无法产生足够的股四头肌张力。另一方面，
下降过多也是个问题，使膝盖角度小于90度，这可能会给关节带来过载。另一个常见的错误是紧紧将肩胛骨靠在墙上，导致腰部拱起，这不仅会降低锻炼的效果，还可能导致背部不适。保持整个脊柱与墙面接触。对于初学者，我建议先进行3组，每组保持30秒，组间休息45秒。随着耐力的增加，逐渐增加到每组45秒、60秒，最终达到每组2分钟。这是一个等长收缩的锻炼，随着适应可以真正延长时间。为了增加锻炼的挑战性，你可以在锻炼中加重，膝上放一本书、一瓶水，或者甚至一个壶铃。另一个有效的变式是单腿强坐，抬起一条腿，同时保持另一条腿的姿势。这个变式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建议从每条腿15至20秒的短时间开始练习。一个重要提示是，在这个锻炼中感到大腿前侧有强烈的灼烧感是正常的。当不适感开始增加时，专注于深呼吸，帮助克服最困难的时刻。通过鼻子吸气4秒，通过嘴巴呼气4秒。这种技巧不仅有助于忍受不适，还能改善肌肉的氧气供应。除了非常高效之外，这些练习的最大优点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轻松进行，在家、工作、旅行都没有不执行计划的借口。别忘了拍摄前后的照片，以便与最终结果进行对比，这是跟踪进展和保持动力的好方法。如果你喜欢这个，并且想要发现其他可以锻炼上半身的等长姿势，我们留下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最好的姿势，现在就在屏幕上出现。感谢你观看到这里，愿上帝保佑你，我的朋友。